大家好，我是李学正。今天呢，聊另外一个话题，娱乐圈的问题。就是昨天啊，我发了一个微博和微头条，关于对这个中国演出协会还有他的这个网络直播分会颁发的一个警示名单的问题。我觉得这应该是多批了。之前啊，我们在私下这些演员，还有这些参与主播的，特别是平台啊，有关人士也曾经跟我们聊过，说过这问题事，就是这个演出协会直播分会，它这个警示名单这个影响力之大是不得了的。你看它一发，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各个主流媒体都转发。那么有一个问题在这里啊，就是说这个名单的诞生是怎么来的？你看他写的是这个什么经过审查委员会、专家，还有的是叫道德审查委员会，是吧？但是你首先你要考虑到，您这个协会它是个群众组织，是个民间群众组织，对吧？你是自发的一个会员单位，那么你这个名单呢，你显然我觉得被处罚的人是不是在你会员里边，对吧？还有一个对其他的平台进行建议指导怎么这一系列的东西，我觉得都是值得探讨的。我在这里对演出协会他们这种积极的承担责任、担当，号召响应这个党和政府有关部门对劣迹艺人，特别是对影响恶劣的那些人的这个惩罚惩戒，是举双手赞成的。我觉得国外也是这样，行业协会影响力就非常大，对吧？这个动机目的性是值得肯定和赞赏的。但是我昨天提出那个意义是什么？就是他最后那一段说，如果有不服这个出现在这个名单上的这些人，可以到他们协会的秘书处去申诉。我是从这句话引起我的深思的，对吧？一般的带有处罚性的东西，不管是行政处罚还是法院的判决，你不服一定得到他的上一级，也就是发出处罚决定的上一级，包括上一级法院，是吧？那要是行政处罚呢，你就得是上一级的行政单位、行政机关去复议去上诉。但你这个就不行了，你这个显然是到你的秘书处去申诉。你说你这个秘书处的组成是谁，对不对？谁最后说了算？根据是什么？依据是什么？都不明不白的。那我就有理由正当的怀疑，你别说这个了，连公安、检察院、法院都为了达到这个打官司案件的这个有利于这一方，有利于自己的这个发展的时候，都会行贿。那我就有理由怀疑，那是不是有那漂亮的女孩子去主动找过去啊？是吧？拿着钱去找你们啊？那这样的东西谁来监督？对吧？这些问题都会引起大众的关注的，也很久了，只是没人发声，特别是艺人他是不敢发声。那我在这里呢，我昨天发了以后呢，那个微博啊、微头条啊，这个评论很多很多人私下跟我说，李老师啊，你要注意一点，这样会得罪他们的。是的，肯定我发出这样，演出协会网络直播分会肯定会对我耿耿于怀。但是我希望你们能想开一点。为什么？这有一句老话叫做师出有名，对吧？你处罚别人，你的依据在哪里？你的章程在哪里？你比如我看这个演出协会自己介绍那个会员都1万多名了，是吧？但是你还要交这个会员费，我看会员单位是2000，对吧？你要按这样算，1万多名单位，一万个会员，这是我看那个图片上啊，这是网友发给我的，你们演出协会的那个章程里面，自我介绍里面说的，这个怎么入会，怎么取得资格，
你们自己说是有1万多名会员，那每个人每年是2000，你想想，那是2000万啊，对不对？这个账应该是这样算吧？你这个会员费，你这个2000万怎么去保管，怎么去消费，这个东西有没有章程，对不对？再有，你演出协会有关分会的组成是什么？那很多你们内部人告诉我的都是公司化运作啊，是吧？你看你那个直播协会，有一个人家网友发给我，你那个企业资质都未经过年审啊，该企业资质未经过年审，你像你这样的怎么解释啊？你是企业化，那么你这个企业性质去处罚别人，拉了16名单，然后说不服的到秘书处来申诉，这都涉嫌一些问题啊，对不对？你这个你们自身管理啊，确实也应该加强。我觉得我现在给你们提出来这么一个东西啊，对你们将来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对不对啊？没有坏处，只能有好处。可以警示你们如何去规范，对不对？你一定要向社会负责，而不能有几个人、几个公司啊。据说这协会里面有大量的公司参与进来，是不是啊？我也在各种协会里面担任很多的职务，但我所在的协会都明确禁止收会员费，这是大会小会讲的。那我不知道演出协会怎么能够收会员费，是吧？你特别是你那个秘书处啊，能够接纳不服处罚的人的申诉，那这个权利是不得了的。你就是政府部门，那是受宪法授权的，那他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都不能去惩罚人。对公民来说，对吧？法无禁止即可为。那对政府带有执法功能的这些行政部门，法无规定你不能为，是吧？你何况是一个协会呢，是吧？而且你协会的组成，你这个，他这个东西一定给社会讲明白，只要带有处罚性的东西，一定给社会讲明白。你包括这个劣迹艺人这一块，对吧？怎么处罚的？不管中宣部还是国家广电总局相关部门都三番五次多次强调，不给这些人出境的机会不给这些人转移阵地的机会，这是对的。但自始至终没有一个相关政府部门出台如何去处罚，界定在哪里，标准在哪里，都是个原则性的表态。但你这个协会这次多次公布这个名单已经达到了一种具体了，是吧？每次都有一部分名单，但你这个名单是怎么来的？谁提供的？很多网友就不服嘛。那有的人很多是什么汉奸言论的，其他言论的，那怎么不处罚，对吧？那人家就有理由怀疑，那跟你协会网络直播协会的关系如果好，你是不是在处罚呢？它这些东西都有一个规范，要有一个监督，没有监督是不行的。你再一个说，如果协会每一个协会都觉得给自己管理的范围有关系，都可以这个做出一些这种处罚行为，你多了。举例子，我所在的中国电影家协会军事题材工作委员会，那也可以做决定，凡是我们拍军事电影的，号召什么什么都不能，要抵制谁谁谁，列一波名单，那行不？中国电视家协会我也在里面，好多会也任职。那电视家协会可不可以？那同样可以啊。那你只要参演电视剧，只要参加这些人也搞直播有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处罚？那你其他的各种文化协会多了，如果有关系的都可以处罚一下，那就乱套了，对吧？那协会太多了，那你说不定的电力协会也可以发这个处罚，这个文件或者处罚措施的。因为你这直播你得用电，看电视你得用电，看电影你得用电，那就没有章法了。所以我觉得这一块确实应该引起主管部门的关注，对不对？自身的合法性这是最重要的你的章程
你的依据，这些东西合法不合法，这是最重要的。如果完成不了这个东西，那我们将来你惩罚了另外一个恶，会出现另外更大的一个恶。你比如，假如没有监督，没有规范，那我们就会有理由怀疑你这个直播分会，是吧？你大量的列名单，是吧？列了名单之后，让那些不服的，或者你们认为是列错了的、过分了的这些人，到你那个秘书处去申诉。你这个动机，你这个程序，我觉得真的容易产生腐败，对不对？你为什么不让你的处罚对象不服的时候，到你的上级协会或者到文旅部去申诉呢？为什么到你的处罚单位的秘书处去申诉？所以这个是个问题啊，对吧？我们每一个人呢，他都是一个公民受处罚的时候，他都有受处罚的时候都有一个申诉的机会，对吧？你这个机会怎么申诉很关键的。我在这里我从来不给任何劣迹艺人站队洗白，这是我的观点。我本人也坚决的支持有关部门有关单位对劣迹艺人进行无情的坚决的惩戒，因为是公众人物嘛，他这个影响很大。但是我呼吁的是，我们在惩戒的过程当中必须依法行事，必须有法可依，必须公平公正，必须以理服人，而不能扩大它的随意性随意列一波名单，不服的到你那去申诉，什么意思啊？你不相当于过去有的媒体搞敲诈勒索也是这样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你单位的问题你列出来写出来，然后再发到你单位，让你去看服不服，对不对，不对的可以来找我，可以来探讨，什么意思啊？那就是创造行贿受贿的机会，敲诈勒索的机会一个道理。我们现在是法治社会不要认为自己有了一点权利你就那么不顾法律的规定进行这个抛头露面做那些执法行为的事，是吧？我就说了，你演出协会底下的这个直播分会，你的资质够不够？你的资质年审都没过，那一个图表上说的还有你是个企业性质，你这种列举名单这种处罚性质合不合法，是希望有关部门给予解释。我觉得我最近我要关注这个事我作为一个正常的一个公民当然我也知道会得罪很多人很多同行但在这里呢我也不担心，是吧？我得罪的人也不少在这里呢我就坚信这一点，我只要遵守法律的底线爱国爱党努力的创作出党和人民喜欢的作品，我也不怕什么人打击报复，是吧？打击报复的人多了我经历的也多了，是吧？各个部门一直以来，是吧？隔三差五特别是有关执法部门、纪检部门这个之前前2年那都翻个底朝天，是吧？查个底儿透但是我依然干工作而且这些部门也都很讲正义、讲法律讲道德，他们这都很客气，很有礼貌，对吧？你包括纪委，特别是纪委，我们军纪委这些当然他们的这个来之前那谁告的状，谁坏的事我都知道这与当年《人民的名义》播出得罪了一部分不少的政法队伍的腐败分子有关系，像王立科之类的很多，这我都知道以后这样的故事很长，我慢慢给大家聊，我会写出一本书来把这些底下的这些阴暗面，这底下的这个黑暗面这些人做的黑暗面，不是我们社会的黑暗面嘛，是这些腐败分子做的见不得人的事儿，我都要一一的列出来，所以我也不怕得罪
人，我不会得罪好人，我坚信这一点。我也希望我们演出协会啊发展的越来越好，真正的为我们这个行业带出一个模范来。你们的担当精神我佩服，但是你们的规章制度怎么样？执行程序怎么样？合不合法？也希望你们规范一点。好，今天的时间到这儿了，我是李学正。